美国现在在礼数周全这方面啊，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礼仪之邦的后起之秀的这个地位啊，是稳了。年初的时候我就赞叹，太客气了。我们过个春节，川普上任之后，那飞机啊是从初一摔到了15，后来咱们国庆节，政府直接停摆，普天同庆了，属于是。我们现在都上班2周多了，美国公务员还在放假呢。不得不说啊，就是这个礼数周全这方面真的是没得挑。现在呢，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逢年过节摔飞机摔火箭了。现在来亚洲面圣都要刷2架飞机当做见面礼，这份诚意啊，那真的是天地可见，日月可表。以防有人不知道啊，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25年10月26号，美军海军尼米兹号航母2架舰载机，一架是海鹰直升机和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南海执行任务时相继坠毁。而他们的大统领呢，正高高兴兴的跟泰国和柬埔寨签和平协议呢。这个话不是语病啊。虽然啊，开战的是泰柬双方，马来西亚呢是东盟轮值主席国进行的调停，而川普跑去签字呢，是因为他说他斡旋了这场战争。然后呢，他还是4个人里面签字之后笑得最开心的那个。这大概就是他说的凭一己之力平息的7场或者8场战争之一吧。总之啊，川普这志得意满的笑容就把压力给到了挪威。明年和平奖你就看着办吧。实际上呢，泰柬冲突，中美都有参与斡旋，而且任何一个对地缘政治有概念的人都知道，泰柬关系里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东大。然而呢，据美媒援引内部消息人士的透露说，川普本人要求的本次和平协议的签署，必须要给他唱独角戏才行。看着另一边在马来西亚的会谈，就是中美贸易会谈之后，何副总笑得那么的舒展宽心，我觉得这个爆料还是有那么一点可信度的。美国一定会要点好处，然而在关键问题上我们也不可能做任何让步。那么以现在美国的情况，特朗普的利益是优先于美国的利益来说，我们不能对美国让步，但是给特朗普的好大喜功、积累政治资本的诉求让出膨胀的空间，我们还是没有什么赢学包袱的啊，就让川普的赢学发扬光大才好。对于郑伯克段于鄢啊，都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话说回来呢，如果说金融泡沫可以腐蚀一切制造业，那赢学真的就是各国军事力量的降头。看看这掉飞机如下饺子的频率，美军印度化现在显得都是在贬低印度啊。其实这一摔掉的不只是年久失修的军机，还有美军在东盟曾经的余威。当年美军在东南亚驻军，在各国心中那就是天兵天将一样的存在。现在垂垂老矣的尼米兹号带着这零零碎碎的舰载机在南海玩扎猛子，谁见了不说一句廉颇老矣啊。军事上掉链子，经济上更是站不起来。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谈判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看在东盟尤其是隔壁菲律宾眼里，到底谁代表了未来的发展，相信已经无需多言。其实我在9月15号关于中美在马德里会谈的时候，我就论断谈得好，谈得好极了。可以说马德里会谈其实已经确定了一大半这次在马来西亚会谈的胜利。原因很简单，如果美国有牌都已经谈到第4轮了，一定会在西班牙时就打出来。然而最后就只有一个关于 TikTok 的合意，而且还是那种让美国人看起来很赢的安排，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不会退，而且会在看清美国没有底牌之后，在我们的战略窗口期快速的发起总攻。果然在马来西亚传来了好消息，通过坦诚且建设性的磋商达成了初步的共识。我方强调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但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何副总理强调，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维护关系稳定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美国的表态就有种喜大普奔的感觉。贝森特赶紧表示，将彻底放弃对中国商品加征100%额外的关税的计划。相比于零和博弈，我们确实更擅长跟零博弈。这次川普团队里的鹰派代表商贸部长卢特尼克并没有参与，而且更细心的同志们应该早就发现了，关税战一鼓作不了气之后，倒是做掉了背后的鹰派砖头纳瓦罗。那些热衷于零和博弈对华盲目强硬的人物啊，正在被川普目前的决策倾向所抛弃。于是呢，就只剩贝森特这个只有零没有和的角色出面举白旗了。这次对美关税的博弈应该说是初告一段落了。从我方2位发言时的神情和态度不难看出，成果是积极的，对我们的总体规划是有益的。可以说战略反攻的第1阶段初步告捷。但就是因为捷报频传，反而我要问各位一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平息之后，真正的矛盾减轻了吗？中美之间真正的矛盾只是川普的贪婪或者美国的霸道吗？只要美国愿意遵守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中美之间就一笑泯恩仇了吗？
显然都不是。中美之间真正的矛盾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蛋糕每年只有那么大。原本我们作为最大的制造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印纸消费国，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洋流，全球所有的利益都在这个洋流里面分得一杯羹。现在我们不想被美元进行价值提取了，不用我们的工业品去换纸了，而是换全球其他国家的资源、服务和初级工业品。这个巨大的财富洋流啊，它就进入了停滞期。可以说，全球都因为这个洋流的停滞而陷入到了一个衰退的境地，进而财富增长的蛋糕就变小了。而我们想做的是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一个新的洋流。在下一个大的顺畅的经济洋流形成之前，全球的财富增量势必它是减少的。而我们定下的目标是在这个财富增量减少的阶段，实现2035年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是人均接近2.5万美元左右。这对内是发展的目标，是士气的鼓舞，可对外无异于是巨大的冲击和压力。西方的福利制度其实本就是建立在我们分出来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蛋糕之上的。我们现在要吃自己做的蛋糕了，14亿人要小康，其实也意味着有些人的好日子到头了。很多一无所有的，就靠美国的霸权来分一杯羹的发达国家就要返贫了。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如果我们回不去给西方当牛做马的日子，那美西方就回不到神坛之上，而我们想过人的日子，西方就过不了人上人的日子。这个矛盾点才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只会不断的深化，但不会轻易结束的关键。财富在变少，蛋糕就这么一块。以前西方吃大的，给我们一点碎馅儿，现在我们想吃自己做出来的大蛋糕了，西方就没得吃了。而这里还包含的一个意思是，如果未来中国才是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那么消费还在欧盟和美国这些即将不发达的国家手里吗？对欧美的出口还那么重要吗？还真的能驱动我们这么大的制造体系吗？如果14亿人在未来10年陆续迈进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前提还是禁止痛苦消费，水电、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只能做增量、增质、增消费的办法，不能做提价不提质的消费陷阱。那么刺激内需就绝不是一句口号了，而是深刻的从分配到制度的深入的改革。可以说，全球的经济规则都会在现在这个阶段开始改写。我们不仅扛住了第一轮关税的冲击，金融市场稳住了阵脚，甚至在至今6个月的相持阶段中保持了寸土不让，并且选准时机，在美国政府停摆的时候，在美联储降息之前大招进行反攻。在全球市场巨震的情况下，我 A 当天岿然不动，直接宣告金融定价权的回归。而对这次我们打出的史上力度最大的稀土反击，市场也仅以2%的回撤定价。可以说，如今我国的市场和整体的经济韧性都经受住了考验。未来5年将是我们夺回每一块战略支点，走向属于中国文明纪元的5年，也是现在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系统规则学说全面崩溃的5年。中美的博弈不会就此打住，只会从经贸领域向其他领域深化甚至激化去发展。如公报中提出的那样，未来5年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次的中美谈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想也是为未来5年的博弈打下的一个重要的基调。尼米兹是当年美国击碎日本太平洋舰队关键一战中途岛海战的总指挥官。当时约克城号原本在珊瑚海海战中受损严重，然而呢，在尼米兹的要求下，珍珠港基地选调了1400名熟练的工人，不分昼夜的实施抢修，甚至为了保证船厂的电力供应，停用了整个夏威夷的居民用电。3天之后，约克城号奇迹般的出现在了中途岛海战之中，让日军原本以为的4-2的绝对战舰数量优势瞬间失效。尼米兹上将在海战过程中指挥若定，果断重创日本海军，从此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移交给了美军，开始了美军雄霸太平洋的脚步。而如今正在超期服役执行自己最后任务的尼米兹号，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将军而命名的。如果说尼米兹本人见证了美国在太平洋崛起的第一步，那么这艘以他命名的已经服役了50年的老迈的战舰，就在见证美军在太平洋势力的消亡。历史的讽刺总是无声无息又振聋发聩，同志们去感受这历史洪流中周期交汇的咆哮吧。等你再回望时，此刻的胜利会格外的耀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